王一博的手怎么变成这样了？你敢相信这是中国最顶流男明星的手？曾经水葱一般的手指，现在已经变成这样了。这本 Vogue Man 你买到了吗？5万本杂志，250万分钟秒售罄。我想起来的时候都已经10点半了，都买到了。看过我之前攻略的就知道该怎么操作，一定能买到这本 book。 不仅是王一博29岁的生日特刊，更是 Chanel 全线深度背书，从高级珠宝到成衣，再到男士香氛。早年王一博的手指是纤细修长，指节匀净，水葱一般，线条干净且柔和。再看看他现在的手指，在经历了赛车、攀岩这些高强度的运动之后，因为手部血液循环比平常人更为旺盛，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指节粗壮，青筋凸起。但就是这样一双手被 Vogue 多个特写展示，并且和 Chanel 的蔚蓝香水放在一起，有一种说不出来让人血脉喷张香的感觉。网友说这是黑人的手，这是白人的手，这是王一博的手。你们真的从来没有放过王一博。这一组大片当中， Vogue 和 Chanel 可是爱惨了他这一双手。从他扫描键一指间抵着红色的小车模型，配文说不出，不意料是赛车。这是交代了王一博现在目前的身份，他充满了掌控欲，力量收敛，只用一根指尖，代表着敬畏的热爱，但是却不被热爱裹挟。扫描键2带着 Coco Crush 高级珠宝系列的戒指，双手交叠，配文称怎么还是赛车？把小车安心的放在手，意味着他的热爱已经被完完整整的接住第3，暂无异常结果，双手食指交叠，带着 Coco Crush 系列的戒指没有外物，只有一双手，剥离所有标签，一人车手演员。向内审视，他的内心依旧稳定，没有异常，这是他和自己独处的状态。这个时候的 Chanel 的戒指植入的有多好？第4章，丰收预警，一觉醒来，果实落了满地。房间内是枯木，但是却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枯树代表着荒芜，沉寂沉淀的时光，满地掉落的果实是沉淀之后自然来的收获。意思就是不是只有不停的奔跑才能收获，允许自己停下来休眠沉淀。内核扎根之后，果实自会成熟掉落序列5，测到蔚蓝的信号。这张就真的有一点，你们懂这种王一博，有人说像砂纸一样的手，没有这么夸张，但是当他握着这个冰冷的香水瓶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大动脉的脉搏，我们一般会把香水喷在这里，就像王一博握着这瓶蔚蓝香水一样，这种肌肉紧实，你能感受到他血液流速极快，温热的指腹和掌心攥住香水瓶，此时掌心的潮热会瞬间传导到玻璃瓶上，这时候你仿佛都闻出了一种别样的荷尔蒙气息，所以这5张每一张都和他这双略显粗糙的手紧紧关联，最终形成了独属于他自己的力量。这就是这双手的分量。我觉得刘冲这其主题和 Chanel 结合抓得非常的好，所以当我们在看到王一博这双手的时候，我们在社会心理学上的自我投射效应看到的不一定是王一博这些年来经历过的劳茧和困难之后的转变，更是我们每个人现代生活中每天都会遇到的困境。你还记得自己曾经的热爱吗？当王一博沉寂的这几年，网上一直都有大量的声音称他没办法进组，一减少曝光，网上就出来了各种各样的传是不是糊了，没资源了，不行了。而其实这一组照片 Vogue 在设计的初衷也向大家回应了这些年的沉寂不是衰败，枯树也可以满地丰收。曾经的偶像连指甲盖都完美无瑕，精致的像洋娃娃一样，但是王一博大大方方的展示他攀岩留下的疤痕，赛车磨出的老茧。他用实际以行动来证明奢侈品不是脆弱的装饰品，而是能够被他这双操守稳稳掌控的盔甲。所以看到王一博的手，给我触动最大的就是少年感。他可能是晶莹剔透的外表，但男人味确实是经得起磨砺的筋骨。现在的王一博，他依然是酷盖，是不怕把手弄糙，能更有力量的去拿稳他想要的东西，这是真正的酷。私生子的热度居然不及王一博过生日，网友震惊，他已经856天没有进组了，为什么过个生日的热度还能碾压全网，强势的冲上了世界趋势排行榜和泰居第一？泰国电台的传媒人道出了一个可能连粉丝都忽略了的真相。他说王一博完全是国际巨星顶流中的顶流，只要一到中国，大概能看到他100万张的海报吧。这就是一个外国人的观察，他没有粉丝滤镜，不看数据打榜，光看你在某一个圈子内吹的天花乱坠，他只是装镜子。走进中国的城市，用眼睛看到的是一定到处都是这张脸吧。都说现在内娱人均顶流，
但是在影视剧中，只要讲到一个时代的巨星，它对应的画面一定是户外大屏、核心地标商圈，无论是超市还是餐饮店，还是你家的电梯，都能看到他的脸，这才叫时代巨星。品牌圈有一句话，你永远卖不出溢价，除非你敢让人等。王一博这2年让整个市场都在等，而等待本身就是在给品牌还攒溢价的空间。而即便王一博已经856天没有进组，但是只要是在娱乐圈，人人都想成为王一博，因为他早已经脱离了用剧集作品换曝光的赛道，他的话题度、热度和市场认可度已经不再绑定影视剧输出，不需要消耗自己去拍戏，何以见得闪亮从成1到万表珠宝，全线压住王一博。Vogue 正刊单峰为他破例， GQ 副刊首封给他 Walkman 卡点，生日当天官宣专属的特刊，这些顶级资源的密集涌入，不是因为他正在拍戏，而是市场已经不再用拍戏来判断他的价值了。 Vogue 国内5大女刊之首，内娱多少一线艺人，高流量高输出，他依然登不上 Vogue， 因为热度和影视只是其中的2项，最容易被人忽略的考核项是属于艺人自身的时尚态度与叙事能力。电影《穿普拉达女王的原型》就是美版 Vogue 主编安娜温图尔，这本杂志在时尚界的地位不是一本杂志，可以说是一本宪法，它定义美，定义潮流，定义谁值得被记住。登上过正刊单人封面的女明星20年来不过10余人，男明星更少，2只手数得过来。因为 Vogue 不卖封面，不看你有多少粉丝，不看你的超话活跃度，它只看3样东西：第一，行业地位，你的存在能不能代表一个时代的审美，巩俐、周迅、舒淇这些名字本来就是中国电影的断代史。第二，品牌背书，影集刊物的封面品牌敢把全线的身家压在你身上，你才有资格站在那个镜头前面。第三，时尚态度，这是最核心也最难被量化的标准。王一博站在那里，所有人都会盯着王一博，忘了他穿的是什么，这叫人穿衣服。时尚圈找的永远是能重新定义一件衣服的人，它的核心商业心理机制就是稀缺性，价格从来不取决于成本，取决于稀缺度。空气人人需要，但是没有人去付钱，因为太多。钻石没有什么实际的用途，但是贵的，因为它被控制在了极少数人手里。就像品牌管理课上一定会画一条线，短线看销量，长线看资产。苹果的品牌资产是创新， Chanel 的品牌资产是永恒的优雅，而王一博个人爱 P 的资产就是忠于自我，奔赴热爱。所以越是顶级的品牌，不一定会选最红的人，而是选那个能代表品牌长期精神内核的人。而王一博的精神内核就是这个时代最稀缺的产物，所以每种节奏它都有自己的道理，但是停下来它确实需要更大的自信和底气。大多数艺人是被推着走，市场要什么就去做，观众想看什么就去演，什么不敢停，不敢选，不敢等。但王一博现在的状态就是他只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当你的名字本身就代表了一种风格，一种商业回报，一种审美标准的时候，你就不需要再追着机会跑，机会会来找你。流水线上的叫产品，沉得住气的才叫作品。真正的巨星从来不靠频率去霸屏，而是每一次归来的时候，所有人都还在等他，因为敢停下是知道自己永远不会被代替。王一博凭什么能和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兹奖的获得者王红以及榆树科技的王星星在同一个榜单上，业内震惊。王一博的社会地位这么高吗？今天品牌联盟 Top Brand 公布2026中国品牌青年500强，王一博占12位，是整个文艺圈排名最高的艺人，也是前15名当中最年轻的男性。网友质疑他800多天没有进组，没有新的影视作品，不了解的人还会觉得他是在吃老本，靠粉丝砸钱养着的这么一个顶流。但是这个榜单粉丝根本挨不着，边是真刀真枪，第三方权威机构做出的量化评定每一个人都有相对应的评分，按照评分来排列。在这份名单里面居榜首的就是榆树科技的创始人王星星，可以说是带领中国机器人走在全球最前沿的企业家，样本池5000余名，40岁以下的各行业精英最终筛选500人上榜，连续多年公开发布，行业认可度稳定。说白了就是王一博现在可以算是最掐尖的优秀男青年，无论是商业价值还是社会地位都能拔得头筹，因为他这个评选对应的5大维度就是这个榜单匹配规则缺一不可。首先第一个就是行业话语权，王一博写的赛道代表作是《热烈》，
同时呢，他又是职业赛车手，拿下了专业赛事的资质和成绩，时尚领域及其的 Chanel、Lacoste、罗意威等顶奢的全球最高级别代言人，打破了互相排斥的行业惯例。好比是一个人，他不只是本职工作拔尖跨界的赛道，同样都拿到了专业的资质和成绩，所以他的综合行业话语权要远远大于单一的职业从业者。他才29岁，第二，他的社会影响力，他的代言覆盖了美妆、汽车、户外家电、快销30多个品类，即将官宣的还有6、7个，所以他的消费人群触达是跨了青年、中年等不同圈层的，再加上他的公益纪录片，这些内容持续的触达了体育、环保等圈层，不是只局限于影视类的群体，这就叫做他的覆盖面特别广。第三，社会责任感，长期稳定的公益，正向输出气候传播大使、野生救援大使，参与联合国气候相关的活动，冰川科考公益项目，这就属于持续传递正向的青年价值观。第四，公众形象，多年龄重大负面舆情，长期保持合规的自律的公众形象，没有恶性的争议事件和榜单公众形象硬性的筛选门槛，光这一点就已经筛掉了一大批人。2019年至今都有多数的核心品牌持续签约，热度不是靠短期的聚集堆起来，这就属于长期稳定的个人品牌价值。这5大硬核的维度标准，使它在这5000人样本池当中站在第12位的坚实地基。那么回答视频开头的问题，王一博凭什么能和这些科学家、企业家同榜？社会价值不只有实体实物的产出，符号传播价值同样是重要的。社会价值把小众议题放大，把青年精神向外传递。就比如说，科学家造出新型的树苗而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号召千万人来种树，同样都属于社会贡献。二者没有高低之分，只是分工不同。对王一博现在商业世界中的价值，他有多牛？原来的明星代言就像是个售货员，品牌给钱，他负责站在柜台前说这个东西好用，自身的形象和优质的口碑来带动这个东西的销量。但王一博现在的玩法就像他自己建了个商场，把柜台租给品牌，还要给品牌定规则，这在商业心理学里叫权力逆转、去中心化的父权和反。这样的背书就是他自己本人的品牌价值已经大到可以反哺甚至赋能顶级企业。这种强议价权是绝大多数头部艺人梦寐以求却难以企及的。所以为什么全世界都在把王一博捧上神坛？因为他存在的价值要启示所有普通人的是，人生从来不是单一赛道的100米冲刺，你完全不必在一个坑里过度内卷。真正的高手要把自己的赛道拓宽成为平原。所以说，在这个喧嚣的时代里，真正的贵底气权威不是天天刷脸的热闹，而是你哪怕长久不语，只要你的地基够深够正，世人依然会敬你3分。只有稳得住自己节奏的人，才能走出更远的路。王一博实至名归。